聯合報今天的頭版頭登財務黑洞，農保財務黑洞，結果呢，他這個難兄難弟啊，勞保自身難保啊，還要把錢借給農保，因為它到底規模比較大所以呢，去年農保就借了67.4億元，而且呢，他的借的錢比付的比收的保費還多，就是我才收50幾億，借60幾億變成這樣子那所以呢，勞保已經像風中殘燭一樣了，對不對？還要靠當時在砍軍公教預算的時候怎麼講的？說軍公教預算只是第一步，再來就是要整頓勞保，有沒有？記不記得蔡英文講？然後呢，軍公教是砍得好慘現在台北市公務員出缺8000人，新北聽說也不見得少，也差不多，可能更多因為它政府比较大嘛，人比較多，是这個人口比較多。所以呢，因為大家现在發覺搞了個半天，原來覺得這個軍公教一點這個保障，現在發覺算了，很多人到別的行業去了，不見得來了所以這個軍公教要找人也不是那麼容易，老師現在也不好找那在這種情況之下，這個軍公教是被砍了，勞保動都不敢動，為什麼？因為民進黨政府本來就想軍公教大部分不是我的票。人數又不夠又不多，砍就砍你們的，看你們敢怎麼樣。反正那個票不錯，抱怨就抱怨嘛。勞保1000萬人投保農保哇，農民也是民進黨現在的票倉所以不敢動所以勞保現在改革了嗎？沒有。那錢不夠怎麼辦呢？政府補貼往你們貼錢這樣子所以呢，這個現在居然呢，這個農保找勞保借錢，那這幾年都是這樣子每年都不夠那另外呢，這個你現在為了救農保，那農保呢，原來已經辦了30多年，一個月農民是交好像78塊，交78塊。那這個2023年以後呢，把這個給付提高了，就是一個月本來保10200，現在變成20400，double 加倍這個保的目標標的了保額了。然後居然照理講，那你那個保費不是每個月78變成156嗎？對，沒有，還是78，不敢加，連這個都不敢加。那錢不夠怎麼辦呢？政府補貼跟勞保借，完全是要不然你就不要叫保險，你就乾脆叫救濟算了。保險就有保險的規定嘛，該怎麼保就怎麼保嘛。你像民間保險公司，像你政府這樣搞，民間保險公司不是早都垮了嘛？那些保險公司，對不对？人家有一套算法的，精算是要算的好吧，所以說矛盾又畸形，就是我們的這個勞保制度、農保制度都是這樣。那農業部說開辦的時候就虧損，所以調高保費會引起反彈。開辦的時候就虧損，但是呢少嘛，那現在虧損很多而且呢，他的這個喪葬給付什麼婚育啊，什麼都增加很多都增加的非常多，所以你看每年都有缺口，現在缺口越来越大。現在變成這樣子所以呢，這個持續虧損的3個原因，第一個費率非常低，就2.55%，年齡沒有上限，加保隨便你幾歲都可以加快死也可以加，死了就領喪葬補助3萬多，好像3萬多塊還是多少？不止10幾萬4萬是公務，我不曉得。好吧，反正不少錢了。另外呢，我們看生育給付給10萬身心障礙給付40.8萬，喪葬30萬，我剛剛講不是3萬了，30萬，我少了一個零，30萬所以呢，每個月保付農民只要出78塊，政府出440塊，還不夠，就變成這樣子。其實你問我，這是買票了，就是政策。什麼叫這政策買票？選舉買票不得了候選人買票抓到什麼超過30塊那個都不行。政策買票沒關係，每個月給你錢所以呢，這變一個黑洞。學者說應該重新評估費率了，這樣是不可以的。我們看一下。勞保基金預計2031年用罄，面對破產危機，但近年透過了政府編列公務預算撥補，自身體質不佳，還有救濟農保。近10年來，農保每年向勞保周轉40到50億元不等借貸，去年甚至借了67.4億元。農保財務狀況比勞保還要慘，最主要是因為農保的收支嚴重失衡，費率低，每月投保金額低，年年入不敷出，逆差逐年擴大，每月保費
費開辦30多年來，只收農民78元。農保不僅向勞保借貸，政府每年也要編列預算撥補支應。截至2025年12月統計為止，農保被保險人數82萬多人。目前農保提供生育、身障等津貼，但是平均投保年齡偏高，約69歲，其中喪葬津貼又高達15個月，成為最大的支出負擔。目前來說，這個農保大概開辦37年了啊。那37年來，你要知道，過去因為我們的農民他承擔了我們整個的糧食，然後呢，他其實過去也是比較弱勢，所以那時候政府是完全以照顧農民的角色來開辦這個所謂農保，所以他那個時候是以福利的性質大於我們一般所認知的社會福利的性質。但是你覺得長期下來之後呢，你會發現現在的狀況比較離譜的就是，他竟然是有辦法去跟這個所謂的勞保在2031年的時候會整個會破產。如果在這個過程當中沒有做任何的一個處理，沒有把新舊勞保的這個政策裡面做了一個比較大的一個分隔的話，其實2031年是我們面臨勞保最大的一個問題。而重點就是，不管是勞保或是農保，政府在這整個制度上面並沒有設計得很好，然後到最後裡面呢，都是透過我們一些繳納的稅的錢來當做是公務預算來做一個撥補，所以這個錢還是回到我們的納稅的人身上。所以我們還是必須要去提到一個，就是目前來說，剛剛趙大哥也特別提到了，當我們在處理這些所謂的一個保險制度，特別是在我們軍公教，他們當初的話，像我們在繳我們是公保的時候，我們要繳多少，然後呢，我的雇主單位、我的學校也要相對繳多少。那這個部分裡面呢，我們所得到的一個福利，當然因為有政府的介入，有因為我的這個雇主的介入，所以我當然可以得到一個基本的一個保障。但是這個農保，你看以剛剛所算出來這個層面來說的話，你發現已經越來越完全是落差越來越大。然後呢，今天為什麼被提出來檢討，就是你無視於2031年勞保就要破產了，你勞保已經在這個已經是岌岌可危的狀況之下，你還要每年得到這個多少億的錢去挹注到這個農保，反而是兩個體質都是非常糟糕的狀況之下，政府也沒有辦法拿出任何的政策。那說實在的，這是很現實的問題，這就是一個政策的買票嘛。那你這個政策買票裡面當中，你提不出一個解決的方法，然後讓這個財政的惡化不斷的持續下去，那到最後還是我們人民在做一個買單。然後對於軍公教來說，說實在的，這整個相對剝奪感會在這個時候呢，在今天這些不斷的討論當中，會來越來越嚴重。那這個剝奪感，然後呢，財務又非常的這樣受到一個影響，那這個部分政府如果不拿出辦法裡面，你只會增加社會的世代的一個對立而已嘛。很明顯。其實截至到去年年底，台灣農保被保險人82萬人吶，不多了。可是現在像勞保基金去年借了67億，比他們的農保收入52億多很多，所以完全失衡啊。所以你現在挖東牆補西牆是飲鴆止渴啊。剛志恩委員講得很好啊，勞保2031年就會破產了。我媽媽退休也是領勞保，那以為歡樂嗎？老人家也會擔心啊。勞保現在好將近1000萬人，勞保很多勞工退休領的勞保很少勞保我媽媽一個月領大概2萬出頭而已每個月都靠這些，當然我們會給家用嘛，可是大筆來說不夠多，給的不夠多，通告費漲就給嘛，所以有時候就是靠這一筆錢啊。你看，除了這種鄉下很多這種勞工之外，那你挖東牆補西牆怎麼安心嘛？你照顧不了農民啊，對勞工怎麼辦？還說勞工以後破產我這些以後就改一次領嗎？所以是這樣子啦，就說政府這幾天宣傳台灣的農產品什麼芒果外銷到法國，一顆賣了2-3千塊，好像農民都賺很多而已。那中間的包括盤商這些，包括運費，你沒有扣進去嗎？所以對農民怎樣？你政府不能就有軍公教年改的時候改了軍公教，那勞保你不動，農保你也不敢動，甚至很多。包括立委現在除了在討論農保之外，還有一個那個老農津貼的部分呢，大家在提，包括民黨立委很多參與都提了農保要加碼。那請問你農保不用做解決嗎？所以不能挖了東牆補西牆，民黨不能只有改革之名啊，結果倒霉的這些農民，包括這些勞工，這不是負責的政府該做的啦。所以選舉他常講的選舉萬歲，選舉是財富的再平均的一個機會，真的選舉財富再平均，各種福利各種福利。休息再回來。好，然後慶鈴帶了台東這麼多議員，藍綠議員高呼：“我愛吃鳳梨世家。”
所以其實現在沒有鳳梨世家，現在並不是產季很多因為鳳梨世家最近這個出名了，很多人到水果行說我要買鳳梨世家，那說現在還沒有產呢，好像到10月才產啊。那另外呢，吳秀華是議長，馬上要選台東縣長的，他說把好事帶回家，一語雙關啊，好的事情、好的世家帶回家哦，所以藍綠園在這邊吃鳳梨吃那個鳳梨世家啊。那另外呢，梁文傑說，台灣人幾乎不吃鳳梨世家民進黨現在當然很嘔了，他現在變成歪樓了，真的是整個議題轉向，就因為梁文傑一句話，整個都轉到到底台灣到底吃不吃鳳梨世家？其實鳳梨世家在台灣內銷比外銷多，其實內銷還多只是外銷你賣給誰呢？新加坡0.5%，大概95%是賣給中國大陸，是外銷，但是不是台灣人不吃鳳梨世家。台灣吃的鳳梨世家比外銷還多，只是外銷裡面，那外銷給誰？因為鳳梨世家也不能放太久啊，運輸啊各種問題啊，所以呢外銷大陸比較多。那也不能說都靠大陸嘛，國內還是多的嘛。盧學遠說有3種吃法我喜歡，第一種呢切片，直接切片吃；第二個呢把它打成牛奶，跟牛奶打成這個世家牛奶然後第三個呢把世家切丁放在優格裡面。很好吃它有3種吃法。梁文傑說我是被斷章取義了被斷章取義其實我看也沒有斷章取義了，因為之前你看這是新聞稿，是說台灣人幾乎不吃嘛，台灣幾乎沒有內銷市場，90%以上都是依賴大陸採購所以是依賴中共鼻息的農產品。那梁文傑的解釋是說，我被斷章取義，我的原因很清楚，鳳梨世家根本問題是國內消費不足，不得已只好依賴大陸市场，也讓對岸有政治工具可以利用。這樣，如果按照梁文傑這樣講法，台灣很多產品都是這樣啊。台灣就這麼小個地方，2300萬人，你的工業產品不都要外銷嗎？你光靠台灣能夠多少呢？那你可以說我的工業產品半導體都仰賴美國嗎？而且我們去年賺了大陸1000億美金我們跟大陸貿易賺1000，你不賺他很多錢嗎？那很多產品都是靠它，你能用多少東西呢？台灣這麼幾十年來之所以經濟能夠發展，就是靠外銷，因為世界是你的市場，台灣是很小的生產，世界是你的市场。那同樣的水果，有的適合到這裡，有的適合到那裡，有的適合到那裡，你就因地制宜嘛。那但是它最大的問題就是說，它消費量不足，但是按照原來的新聞稿，它不只是消費量不足，是根本沒有消費。他是這樣講的，所以才被人家罵嘛。好，我們先看看這個台中世家他們怎麼來反應。讚。是鳳梨世家，第一個呢就切片，我不曉得大家，我就直接切片吃，這是第一個方法。第二個方法呢就是打牛奶。那因為牛奶呢，平常就是它沒有什麼甜味，那結果呢，打鳳梨世家下去剛剛好，非常好吃。第3個方法就是把鳳梨世家切丁，放在優格裡面，或者再加點 nuts， 加點堅果，非常非常美味，就是一個早餐或是一個輕食今天我同時也代表我們台東的農民跟這個梁副主委表達抗議一下啦，你講那個話，我們確實就是有傷到我們農民的心大家聽到這麼鬆快啦。我講這整件事件呢，是一個語言表達上面的失誤，但是幾乎不吃跟吃的很少這2句話講出來，讓人家的感受是不太一樣的那所以這個部分呢，如果有農民朋友，或者是說有愛吃鳳梨世家的朋友，覺得心裡不太舒服的話，那這邊我要表達歉意那我們其實打從內心希望鳳梨世家能夠像火龍果一樣，因為國內的消費非常大，所以它不需要依賴出口，唯有這樣才不需要說仰賴對岸的所謂的善意。好吧，陳瑩陪他吃冰棒，還虧他說你少去一次酒店就可以買很多的這個世家。那這個提油救火跟鐵軍對這是不是到底是救火還是不是救火那陳瑩說，蔣萬安你們一起買，我們一起買鳳梨世家救農民那這個莊瑞雄說，炒這個議題，農民覺得很莫名其妙，因為現在不是產季那饒慶鈴他們怎麼吃
吳秀華他們吃冰凍的，他現在鳳梨世家產季是10月到4月，但是呢不是採樣把它冷凍起來啊，冷凍起來，世家冷凍起來蠻好吃的哦，是有點像那個雙麒麟哦，我吃過，其實味道還不錯，就看你怎麼吃了哦。那所以呢，這個吳音寧說呢，饒慶鈴是在政治炒作，不是他炒作嘛？怎麼他炒作呢？哦，所以呢，這個並不是他來炒作，是你們要處分他，你們要處分他哦，好吧？當年蔡英文曾經為了田氏道歉，什麼意思？當時他們為了打馬英九，所以呢說這個民進黨催出哦，趕扣歸年當一整年都辛苦哦這個隆重沒拆缸都白做工了，所以用一個水果月曆，就是農民好辛苦哦，整年都是趕扣，然後呢這個沒拆缸，工作半天，谷賤傷農嘛，所以當時呢就主打馬英九產銷失衡，農產品過剩。不過月曆中的10月的田氏照片說一斤2塊，1斤2塊，遠低於當時的田氏零售價，就被對手批評。所以後來呢，說民進黨呢柿子減軟的是，蔡英文在第一時間就說，如果過程造成誤解，表示遺憾等等等等。那也不能忘記執政黨的責任，但是至少那時候也表示遺憾，就是道歉的意思了。所以他們就說，蔡英文都能夠為田氏道歉，那梁文傑要不要為世家來道歉？那另外呢，台灣農產品，那這個陳其仲說呢，芒果這個現在賣得很好，向高層邀功。那而且呢，他過去曾經承諾鳳梨世家外銷5000噸，跳票了。所以梁文傑要罵誰呢？你不是要外銷5000噸嗎？那現在芒果今年是不錯的，賣到這個法國巴黎，一顆1110，一斤2000多，就是那蠻大的，所以一斤大概是2顆了賣得非常好。但是它中間光空運就是400塊的成本，然後呢，再加上中間呢採收要塞到一半，它在这個所謂加熱的過程，要熱燻的過程裡面，現在再塞掉一半，然後熱燻每公斤又是每公斤40還50塊的成本，所以其實成本也蠻高，但是至少不錯了，表示台灣的芒果的確是好。今年芒果為什麼好？因為呢，在開發花的時候，天氣非常好，所以呢，花都能夠結成芒果。去年芒果為什麼收成不好？去年芒果開花的時候下了一場大雨，把花都打爛了，打散了，所以呢就沒有花就沒有果實嘛。那今年很好，但是呢，真正好的品質的，真正一等的，一生產出來也是被人家包走了、買走了，所以真正好的東西還是不容易的所以現在外銷就好中之好，所以才能外銷到法國去。來，啟凱。梁文傑踩到地雷了，他不只是害了陳穎在台東的縣長這個選舉，他害了很多民進黨的那個縣市長選舉。你要覺得你逢中必反，而且農民的這個權利、民眾的這個權利，你都不幫忙，這是非常離譜的。你怎麼講我們不吃那個鳳梨世家呢？很多台東的朋友每次產季的時候，大概12月一段時間，他們就會寄來了嘛，對不對？對，大家都在吃，那你為什麼睜着眼去說瞎話？就是變成說，民眾會從你去看，就是說，你一個主管機關，你不幫台灣的民眾，結果你還扯大家後腿，這是非常要不得。一樣啊，饒慶鈴只是錄個這個影音而已啊，錄個影片都要被你處分，大家都會想到說，賴清德，你不是講說你是要推動兩岸的這個交流的嗎？你還說要跟習近平要一起吃飯不是嗎？要一起喝珍奶嗎？你要記得說，你那個標準都是浮動的哈，誰找國博趕快，這樣反而是傷了自己了哈，這是非常非常不好的。好，那另外。我提醒，我安慰一下，明顯了，你媽媽，你說擔心媽媽那個勞保會領不到，不用擔心。去年我們立法院有特別修法，12月20號，去年底我們特別修了勞保這個條例，有2個很重要的重點。第一個就是入法，政府要負最後的這個支付的這個責任，所以不會破產。而且我們明定說每年都要撥補，所以每年都撥補了大概1000，最近這幾年啊，每年都撥補1200億到1300億。另外提一個最重要，那時候軍公教為什麼不撥補呢？對，這個都等一下是我要講的，就把他們幹掉。我先提醒一下哈，我先講一個今天非常重要的一個點，我提醒大家一下。我先提醒大家一下，現在是一個改革的契機，也是不要再欺負我們軍公教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契機哈。民進黨不要再霸凌，不要再欺負軍公教。今年的1月份啊，基本上股票最近漲了很多，對不对？今年光是1月份退休公教的退撫基金，今年啊，你估計整個盈餘這樣賺了多少？大家猜看看，614億，一個月呢？今年光是1個月份，今年1月份賺的這個錢，
比108年跟109年都多。所以現在整個那個退伍基金裡面那個水庫水是滿的哦，水是滿的。以前為什麼要改革？他們講說啊，可能要進公教要犧牲一下。我剛出來講，你不能只有犧牲一部分的人，這已經是不對的。那你講說是錢不夠，基金不夠。那時候去前面1-2年，我在立法院在提醒說，前面4年是讓我們公教人員退伍基金，他每次的這個基金這個盈餘都比以前多了非常多，所以那時候我都要求說不能再砍了，我們也完成修法了嘛，這是第一個點。第二個，我今天提出更重要的，今年從1月開始一直到現在，每一個月我們的退伍基金的錢，公教人員全部都是大盈餘的，所以這段時間不能砍了，趕快把欠他們的錢趕快給他們。另外，退伍基金賺的錢也是非常多的啦。我是覺得這段時間哦，趕快該撥補，趕快給撥補經濟，讓我們這個退伍基金也不要破產。那邊有梁文傑副主委哈，的確有犯一點小錯誤了哈，就是他印象停在2020年的時候，那個時候是我們整個鳳梨世家的最高峰，就是對外輸出最高峰，那時候賣到中國大陸去有將近15000噸，當時的我們內需市場只有不到1000噸，900多噸而已。就在隔年2021年的時候，因為中國這邊直接下令就是禁止这個鳳梨世家的進口，所以那時候造成了我們整個台東農民的重創。也就是在那個時候，民進黨政府就趕快去採取很多的措施去做調整，包含就是看是不是能夠停止種啊，然後改種其他的類別之類的。也在那個時候，讓所有的包含民進黨有很多縣市的首長也去都協助這些台東的農民去購買這些鳳梨世家。那包含剛剛趙大哥講的這種冷凍的這種技術，也是在那個時候開發出來的。也就是因為當時的努力去平衡說我們過度依賴中國市場的這個政策的調整，所以現在才會變成內需跟出口是一半一半了哈。所以我覺得現在，但我也不太清楚為什麼突然會去提起這個，可能原因還是因為這個當時我們是想為了講這個兩岸論壇的事情嘛哈，就是海峽論壇去交流的事情。那我也必須要講一件事情，就是說，剛剛我們居然提到芒果的外銷這件事情的時候，其實你看我們外銷到其他國家的時候，是不需要透過任何政治性的這種或者說其他的這種論壇來就可以做外銷的這種洽購。好，所以其實如果說在這個題目上，因為只是可能在一個政治議題很成分非常濃的一個平台上去提這種所謂的農產品的時候，自然而然大家就會歪樓。但回到如果真的要幫助農民的時候，事實上是很多的平台，包含說我看很多首長們嘛哈，其實各縣市首長常常都到外國去銷售自己的農產品，都有很成功的結果。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有點就是有點巧合啦哈，也有點就是歪打正着，就是其實不是在一個很合理的場合之下去談這個議題的時候，就大家走歪了，那我覺得是沒有必要的。休息一下再回來。